晚间，魏无羡觉得有一点喘不过气，浑身都热得难受，可是却偏偏没有一滴汗，闷热的让人没力气，脑袋也难受，呼出的气都很是滚烫，偏偏还不想睁开眼睛，只觉得眼睛胀得难受极了，还酸酸痛痛的。这种情况没多久就把身边的人惊醒了。蓝忘机抚着魏无羡的额间，才发现额头很是滚烫，应该是发烧了。或许是蓝忘机的手凉凉的很是舒服，魏无羡下意识地凑近蹭了蹭。魏无羡迷迷糊糊间听到有人叫他，后知后觉是蓝忘机的声音，这才艰难地睁开眼睛，张了张嘴：“蓝湛。”声音极其低哑，话音刚刚出口，就觉得喉咙很痒，干咳了几声。见面前有一碗水，想抬起胳膊端着喝了，却发现半点力气都没有。蓝忘机小心翼翼地去喂着他，怕他呛咳，还一下一下抚着魏无羡的后背，担忧的道：“魏婴，你何处不适？”魏无羡喝完了温水，喉咙总算舒服了一些，往蓝忘机的怀里蹭了蹭，抬头看着他，露出了一个笑容，但似乎有些勉强和无力，有些沙哑的道：“蓝湛，你别担心，小毛病而已，2天就好了。”闻言，蓝忘机皱了下眉头。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闷闷的道：“有点喘不过气，脑袋也有点不舒服，没什么力气，感觉身体很热，脑袋有点痛，你帮我揉一揉好不好？”蓝忘机这才伸出手替魏无羡揉着，一边揉着一边度入灵力。蓝忘机低低的道：“你发烧了？”“应该是吧。”魏无羡被蓝忘机揉得很是舒服，但是还是有其他地方觉得不适，比如浑身都闷热。他想翻个身，但没力气，只好作罢。“蓝湛，我又渴了。”蓝忘机从旁边拿出没喝完的大半瓶水，倒入碗里。魏无羡低头去喝，蓝忘机则抬起手拿着碗一点点的喂给他。喝完了水，魏无羡感叹道：“我都好久没发烧了，这身体还是弱了些。”蓝忘机不置可否，想去熬药，但是一想到熬药要2个多时辰，而魏无羡又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终究还是担心，只能一阵一阵的度入灵力，消减他身体里的闷热。魏无羡有些迷糊了：“蓝湛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在玄武洞的时候，我也发过烧？”他突然笑了：“当时是个什么情况？咱俩都干死了王八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也还是轻易发烧了。我还觉得我能再和王八干个800回合。”蓝忘机不想对他的轻易发烧做任何评价，又不忍心对他冷言冷语，但还是态度强硬的道：“躺好，别乱动。”魏无羡半睁着眼睛往蓝忘机的怀里蹭，闻着清凉的熏香，感觉一阵舒适。他气若游丝道：“蓝湛，我有点困了。”蓝忘机揽着他往魏无羡的额间轻轻吻了吻，道：“那便睡觉。”魏无羡闭上了眼睛。次日，魏无羡醒来时候天还没有亮，而蓝忘机也还没有醒，但是害怕他晚上不舒服，便是睡着也一直给他度入灵力。将他的手移开，魏无羡感觉喉咙瘙痒，便闷着忍着。此时还未到卯时，才刚到寅时，也就是才刚凌晨。但这点动作还是让蓝忘机很快的醒了。魏无羡忙闭上双眼，缩在他怀里一声不吭。蓝忘机在他的额间吻了一下，对魏无羡仔细的看了一阵，将他抱得紧了一些，随后才闭上眼睛。魏无羡狠狠地吞咽了几下，还是忍不住痒意，只好捂着嘴小声的咳嗽了几下，后又觉得双眼酸痛，浑身也越发闷热不适，随后感觉到闷热减少了许多，是蓝忘机在给他度入灵力。蓝忘机闷声道：“魏婴，你别忍。”魏无羡顿时心下愧疚，还是将蓝忘机吵醒了。他沙哑着声音道：“我就是觉得这些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。”蓝忘机将他抱紧了些，道：“怎会无事？你不舒服便说与我听。”魏无羡抿了抿唇，随后低低的笑了，道：“最开始我觉得是很难受来着，但是在你旁边，我就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受了。”魏无羡又把玩着对方的发丝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脑袋不清晰，便什么都说出口。乱葬岗我就睡在一张石床上，然后被子一盖就可以睡。当时我除了乱葬岗，便谁也不容我，就只有你，还执拗地说着和我回姑苏。感觉到对方的手劲大了些，魏无羡闷闷地窝进蓝忘机的颈窝里，似乎还隐约有着哭腔。我在乱葬岗的时候也发过烧，可是我不敢让他们知道，我是他们唯一的支柱，
我若表现出一点虚弱，也会让他们担心我连温情都瞒着。但是魏无羡眼眶有些热了。晚上的时候真的好冷，伏魔洞是没有门的，乱葬岗又一向阴冷，晚上更是吹着冷风。魏无羡没有金丹，只一条被子对着通风口，本来烧着的身体只更加难受了。再说了其他事的时候，魏无羡也有些神志不清了，只知道自己什么都说，委屈极了，就算半梦半醒之间也还是说着。蓝忘机看不到魏无羡的表情，他紧紧地抿着唇，琉璃眸子似有泪光闪动，半晌他才沉声道：“无妨，以后都有我。”天亮的时候，魏无羡才沉沉睡去。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蓝忘机还是没走。他端着一碗黑漆漆的药汤，左手拿着蜜饯，对魏无羡道：“起了便喝药。”魏无羡这时清醒了，一想到昨晚说的那番话，心里不停地吐槽自己真是矫情，被蓝忘机惯了这么久，还真是一点苦都不能吃了，连过去的苦也不想一个受着，非要牵着两个一起承担。这次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撒娇闹着不喝，因为他清楚自己昨晚说了那么多自己吃苦的事情，蓝忘机心中肯定一时半会儿都不会好受，就省点心不闹了，捏着鼻子便一把喝下去，随后立即吃下了那2颗蜜饯。岂不知这样的魏无羡让蓝忘机心中更加不好受了。蓝忘机宁愿他吵着闹着，也不想他对自己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被闹了被吵着了。魏无羡喝了药之后又道：“蓝湛，我觉得我睡了一晚好多了，你也休息一天吧。”蓝忘机昨晚一直被魏无羡折腾，都没有怎么睡觉，后面更是连睡都不睡了，就在旁边守着。蓝忘机摇了摇头道：“你休息，今日不许出门，外面有雨。”魏无羡笑了：“我又不是小婴儿，我是一个男子，淋个雨而已，这真的不必担心。”蓝忘机则神情严肃道：“你还烧这，不许出去。”“哎，蓝湛啊，我真的好多了，我昨天还答应了思追锦怡，今天陪他们去夜猎呢。”“我去给他们说你有故，无法前往。”“那我也想出去嘛。”“不行，就出去2个时辰，不，1个半时辰，1个半时辰总可以了吧？”“不行。”魏无羡焉了：“你说好你不会拒绝我什么的。”“可你尚在烧这，退烧了，我陪你。”魏无羡眼睛亮了：“你说的？”“说好了的，可不能食言啊。”“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